昨天是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普京当天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向这里的无名烈士墓竞选花圈。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和风险，俄罗斯将继续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今天是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的日子，美欧祭出新制裁，俄乌双方仍在战场上僵持，俄罗斯与西方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敌对。 昨天，普京来到位于红场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缅怀烈士。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退伍军人代表等也参加了当天的纪念仪式。2月23号曾是苏联建军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这一节日改为祖国保卫者日。当天早些时候，普京发表讲话，向俄民众致以节日祝贺。Этот праздник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почитаемых в России. Он давно стал народным и всегда отмечается широко 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во всех коллективах и семьях, в каждом городе или селе. С пониманием велик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ратного труда, с огромным уважением к нашим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 ко всем, кто стоит за Родину, защищает ее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и. 普京同时回顾了苏联士兵的功绩，并向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致意。他还表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和风险，俄罗斯将继续全面加强军队建设。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сегодня участник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ы сражаетесь за правд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проявляете мужество и отвагу, защищая Россию. Вы наши подлинные народные герои. Мы гордимся вами, восхищаемся вашей смелостью, чтим подвиги. 此前一天，普京乘坐经过现代化改装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短途飞行，还在副驾驶位置上短暂驾驶一段时间。俄罗斯媒体称，此次飞行持续了约30分钟。轰炸机从喀山飞机制造厂的跑道起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以保密为由，未透露飞行路线。在试乘结束后，普京对媒体表示，这次飞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О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Как я сказал командиру судна, сейчас еще раз скаж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в соста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图160M 是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改进型，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该机一次加油续航里程可达12000千米，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并可搭载多达40吨各型弹药。因是全白机身，其在俄罗斯的昵称是“白天鹅”。在试乘飞机前一天，普京在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陪同下视察了戈尔布诺夫飞机场。俄媒画面显示，普京在视察工厂期间也登上了其中一架飞机的驾驶舱。视察时，普京还为其中一架飞机命名。 Давай, которая первая серийно передаем вс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ока без названия не передачу. Мы же в Татарстане находимся. Назовем его Мертимир Шамиль.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非常喜欢亲自驾驶各种飞机，对图160战略轰炸机也颇为熟悉。2005年，普京就已经亲自驾驶过图160飞机，从莫斯科近郊起飞，飞行数千公里，到达科拉半岛，途中发射2枚巡航导弹，并完成了空中加油。 2000年时，普京也曾乘坐并短暂驾驶过一架苏27飞机。2月24号是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的日子，但俄乌双方仍在战场上陷入僵持。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2月17号至23号1周中，俄军使用远程机载武器、无人机等精确制导武器，对乌克兰军事工业设施、军用机场基础设施、武器库和燃料基地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在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多次反击，并对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进行打击。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战报称，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阿夫杰耶夫卡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火箭炮部队对俄军防空系统、火炮、雷达站实施了打击。此外，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空军击落俄军一架A50空中预警机。
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分析说，过去1年，俄军在扩大控制区域方面取得小幅进展。乌方分析人士认为，乌军接下来将展开非对称作战。为了避免与俄军在正面战场比拼消耗，将主要利用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和防御工事最大限度消耗俄军。美国政治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欧正逐步将注意力从支持乌克兰全面获胜的目标，转为提升乌方在结束冲突谈判中的地位。然而，俄乌在2024年重启谈判的难度较大。一方面，俄乌立场尖锐对立；另一方面，西方不断拱火浇油，令和平前景更加渺茫。另一边，俄美关系也在进一步激化。拜登21号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筹款活动上，将普京称作疯子混蛋后，白宫23号发表声明称，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500多项新的制裁，制裁将涉及俄罗斯金融部门、国防工业基地和采购网络等。此外，美国还将对近100个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的实体实施新的出口限制。美国财政部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一次制裁行动。美国的盟友也出面呼应，英国宣布对俄罗斯进行50多项新制裁。欧盟理事会23号正式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3轮制裁措施。俄卫星通讯社22号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仅在过去2年，西方国家就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15628项制裁，其中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最多，高达3500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互放狠话。2名外长虽然都出席了正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但并没有出现外界期待的美俄外长会谈的破冰画面，取而代之的是拉夫罗夫隔空回应了布林肯在1周前的德国慕安会上备受争议的餐桌菜单论。当时布林肯声称，在国际体系中，你不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То есть вот ва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дход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к тем, кто с ним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Я вот только пожелал бы, чтобы с такими аппетитами наш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за своим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 столом не подавились.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表示，别在民主餐桌上噎住这句话，不仅是俄方最为生动的讽刺，也代表着 G20 大多数成员的态度。拉夫罗夫还在记者会上就美俄关系表示，俄罗斯不可能与美国恢复信任关系，并指出西方的傲慢立场和仇俄情绪造成了无法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局面。政务短评热点直说，普京乘坐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并且亲自驾驶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举动，对内对外有着多重的目的。那么对内，一是为了在俄总统选举当中展示自己的硬汉形象；二来也是在阿夫杰耶夫卡战斗胜利之后，持续提升俄军的士气。对外，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之际，拜登除了爆粗口骂普京呢，还对外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500多项的制裁，欧盟和英国也加入其中。普京驾驶经过现代化改装的轰炸机，就是要表明，尽管受到制裁，俄罗斯仍然在加强其技术和军事能力。拜登和普京的斗争从口水战到实际对抗还在持续，未来可能还有更加激烈的戏码即将上演。